你觉不觉得现在的游戏越来越像流水线上的工业罐头？画面越来越精美，世界越来越大，但玩起来却越来越像是在完成 KPI。你还怀念 PS2 游戏吗？我想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玩家肯定会怀念。面对现在千篇一律的游戏，罐头一样的工业化产品，谁不怀念那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呢？所以你或许真正怀念的不是 PS2， 而是游戏给你带来未知感的期待。PlayStation 2从2000年3月4号开始发售，到2013年的11月8号，其最后一款游戏《实况足球2014》的发行，中间相隔了13年7个月又4天。这不长不短的13年里，却是游戏行业真正完成工业化的13年。回到1999年，当爱吹牛逼的索尼第一次将 Emotion Engine 公布出来的时候，不仅玩家的期待值拉满，慢慢的也盖上了 DC 的棺材板。这是一场经典的反套路营销战。索尼放弃了传统游戏机的大制作炫技广告，而是采用了充满极客感的 CG 宣传片。虽然事后证明这只是一种单体渲染，但这种视频精准击中了当时年轻人对过度商业化的厌倦心理。在欧美市场，索尼打出了 Live in your world, play in ours 这样极具感染的经典广告语。除了游戏之外，索尼极度强调内置 DVD 的播放器，因为 PS2 的定价甚至低于市面上独立的 DVD 播放机，这让大量非游戏玩家为了看影碟而购买了这台设备，成功实现了破圈，所以销量是游戏机中目前最高的主机，达到了 1.57 亿台。这个恐怖数字本身并不只是一个销量记录，它彻底改变了整个游戏行业的运作方式。对于第三方厂商来说， PS2 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台游戏主机而已，它是一个无法忽视的超级市场。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始涌入 PS2， 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流向游戏开发，越来越庞大的团队、分工体系、制作流程都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。游戏行业也第一次真正开始走向工业化。在土星、DC、N64 和 PS1 时代，虽然出现了很多 3D 的游戏以及不同类型的游戏，但很多都是雏形，再加上主机销量不高，所以很少有厂商能熟练运用第三人称镜头。很多 3D 游戏是坦克式移动，只有林克才知道如何锁定敌人，所以很多厂商不知道 3D 开放式地图，不知道如何避免迷路，不知道怎么引导玩家，所以大部分不敢过于冒险。而到了 PS2 时代，随着硬件性能和开发经验的积累，游戏行业逐渐摸索出来现代 3D 游戏的基本框架，通过搭配 DualShock 2手柄，真正确立了现代 3D 游戏底层操作方法。左摇杆控制移动，右摇杆控制摄像机。随着右摇杆的成熟，玩家才真正拥有了探索 3D 空间的自由度，随之而来的便是关卡设计的全面升维。当然也可以说 PS2 站在了当时整个游戏工业的肩膀上，不负众望，开启了下一个新的时代。那么 PS2 拥有怎样的硬件基础呢？首先在 PS1 阶段，虽然已经有不少 3D 游戏了，不仅包括合金装备，还有放浪冒险坛，但实际上 PS 没有 Z Buffer， 游戏渲染过程中，它甚至不知道哪个物体在前面，哪个物体在后面，需要程序员手动处理遮挡关系。它没有硬件透视矫正，所以远处的贴图会随着镜头移动时出现拉伸变形的扭曲，再加上负电计算性能很差，导致模型顶点在镜头移动时无法精确定位，产生标志性的多边形抖动。所以 PS1 的 3D 总有一种玩具感，并且大量的固定镜头加预渲染背景图片，有些 3D 场景要么很小，要么一片大雾，本质上都是技术妥协。而到了 PS2 时代，不仅从硬件上就有了 Z Buffer， 290兆赫兹的 Emotion Engine 也有非常强大的浮点运算功能，32兆的内存容量极大，扩展了同屏多边形的上限。虽然只有4兆大小的显存，和内存比起来确实有些寒酸，但单条显存带宽是 38.4G 每秒，两条一起吞吐量达到 76.8G 每秒，再加上512比特位宽带的纹理通道，性能是同期 PC 显卡的数倍，也是 PS2 渲染的优势来源，可以让芯片不停地将模型和贴图分批送入显存。同时 PS2 可以让多通道渲染成为实现复杂材质的标准手段。当然正是因为显存极小，带宽极大，逼迫开发者疯狂研究主内存与显存之间的高速数据搬运能力，从而诞生了流式加载技术。于是在 GTA 3里，第一次让玩家感觉城市是连续存在，不需要每进一个区域就黑屏切换。正是这种底层的硬件特性，才让无缝开放世界在 PS2 时代成为可能，世界开始真正连成一片。除了 DC 上开创的卡通渲染之后， PS2 平台出现了更多风格的非写实渲染，使玩家大饱眼福。PS2 的 Emotion Engine 是一块异构芯片，常规的 C 和 C++ 代码跑在主核心上性能较差，想要压榨出2个矢量单元的算力来实现华丽画面，程序员必须手写汇编语言，这就导致早期的 PS2 开发需要重新造轮子，所以一些厂商的首发游戏画面甚至和 PS1 时代差不多。到了后期，战神2就明显不一样了，不过也有好处。
由于这2个硬件单元的加入，不仅解放了主 CPU， 凭借着底层的汇编微代码，已经实现了可编程管线，正是现代引擎 Vert Shader 顶点着色器的雏形，所以也就给各种各样的渲染方式和美术风格提供了可能性。甚至 PS2 有当年极高的多边形吞吐量，所以支持更大、更复杂的场景、更远的视距，游戏的3D 空间开始正式形成，同时支持更多复杂的骨骼和动画，更多的角色，于是现代动作游戏也开始形成。有了这些硬件基础之后，游戏人们开始研究 3D 空间感、人物演出、光影、分镜、运镜，游戏第一次开始有了更加可信的 3D 世界，大量游戏开始像电影一样被导演出来。从此，游戏团队规模急剧扩大，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程序策划之外，角色建模、场景建模、绑定师、动捕演员、动画师、特效、UI、CG 组等等等等，分工更细、更加明确。这就是游戏工业化开始的真正标志。不过这个时候，虽然 FF7 在前，3A 游戏的标准其实还没有那么明确。众厂商在面对 PS2 内 1.57亿台的游戏市场，依然可以采用中型团队、冒险型创意的方式开发小体量游戏。除了扮演一只蚊子的游戏之外，还有滚来滚去的帕尔魂，扮演外星人在人世界制造恐慌、制造恶作剧的搞怪星人。你需要扫描并伪装成不同职业的人类，利用场景道具触发各种陷阱来吓唬镇民。还有密歇根来自地狱的报告，在这个恐怖游戏里，你不是战斗人员，你只是一个摄影记者。于是玩法就变成了镜头应该拍在哪里。整个游戏全程是第一人称，你的屏幕就是你的摄像机取景框，左上角有 record 红点录像，屏幕边缘有电池电量，而你的工作就是把眼前发生的一切拍下来。但问题是，这座城市里有怪物，怪物会袭击你的记者，你能做的只是把摄像机对准他们。系统评分看不到你打了多少怪，而是看你拍到了多少有价值的画面。你越是敢于在危险中举起摄像机，那么分数越高。整个设计背后其实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，和当时的这个照片一样，战地记者到底该在什么时候按下快门？当你的同伴正在危险中，你是应该放下摄像机去救人，还是继续拍下这段经历呢？等等等等，这些实验性的游戏设计在后来的 PlayStation 平台中越来越少见，因为工业化提升了游戏质量，但也慢慢扼杀了创意。PS2 时代最特殊的地方就在它刚好卡在了两者之间，技术足够满足环境，但资本控制还没有完全压死创意。于是那个年代的开发者可以做小体量的实验，做无法被市场部理解的创意。开发者不仅能有工业能力，还有可以有作者属性，有成熟框架，又保留了实验精神，这才是 PS2 真正不可复制的原因。但是到了 PS3 时代，当试错成本从几百万美元飙升到上亿美元，制作人再也不敢拿几百个人的饭碗去赌一个扮演蚊子吸血的游戏。从此游戏变成了华尔街的报表，所以很多人怀念的或许从来不是 PS2 本身，而是那个开发者还不知道正确答案，玩家也不知道下一款游戏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时代。因为未知本身就是探索的一部分，而 PS2 恰好存在于游戏工业彻底标准化之前的最后一个路口。